龙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楚风居然让他加快。而认真打量，他发现楚风脸庞已然没有之前扭曲，显然他所承受的痛楚已经大大减缓，或者说他已经适应了。见此一幕，龙鳞又看向了龙髓，他都怀疑是不是龙髓出了问题，可龙髓没问题啊，还是那般狂暴、霸道、凶残，都没问题，那就是楚风的问题，是楚风太强了。于是龙鳞笑了，楚风小友，你真的特别，不特别，那罗盘也不会选我，前辈，快一点吧。楚风笑道，龙鳞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龙髓入体笑得出来，实际上别说笑了，他之前都没见过，龙髓入体之后还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印象中那些人只有哀嚎，不断的哀嚎，直到没有力气或者发不出声音才会停止，也包括他自己。尽管不可思议，可对于龙鳞来说，这绝对是好消息。于是他也按照楚风要求开始加快速度。楚风脸色再度变得扭曲，但却没有发出哀嚎。楚风抗住了，不愧是借冉青的儿子。龙鳞忍不住夸赞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是问道，前辈应该没见过我母亲吧？他母亲虽然名声大，但其母亲纵横浩瀚修武界的时候，龙鳞应该还被困在祖武下界呢，确实没有见过。但我回来之后，听闻过你母亲的事迹，不过你做的事情丝毫不弱于你母亲啊。龙鳞叹道，我自然不能与我母亲比，但也不会丢她的脸。楚风说道。就这样，二人交谈之间，恐怖的龙髓便全部进入了楚风体内。楚风怎么样？龙鳞问这话的时候，甚至声音有些变了。这位能够推翻图腾龙族的强大存在，竟然紧张了，他很怕失败，淬炼需要些时间，除此之外应该没问题。楚风说道。好，太好了。龙鳞兴奋地紧紧握住了拳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看到希望。前辈，我接下来在这里能够自由活动吗？楚风问。当然，没有结界的地方你都可以去，龙鳞说道。随后龙鳞为楚风准备了一处住的地方，可龙鳞刚走，吞天麒麟的声音便立刻响起，小疯子，你不会真的这么傻，不准备逃吧？楚风问。龙髓已经到手，只要给本大爷吃掉，本大爷就能转化成力量，让你提升修为。吞天麒麟说道。所以你感应到的东西就是这龙髓？楚风又问。其实不止，还有更浓烈的气息，那个家伙有所隐瞒，本大爷猜他口中的祖龙遗骸，但你有机会接近吗？吞天麒麟说道。具体位置你可知晓？楚风问。这处境地很诡异，应该有强大的阵法，本大爷也无法判断。吞天麒麟说道。你都无法判断，我去哪里找？总不能问他那祖龙遗骸在哪吧？楚风道。你可以问啊，你就说若是距离祖龙遗骸近一点，淬炼龙髓的效果会更好。撒谎你还不会吗？反正他要救那老太婆很是心切，也不知道你骗他，就算半信半疑也会试试。吞天麒麟道。还是算了，他没那么信任我。楚风道。其实他可以问，可以试，但他不想。祖龙遗骸乃图腾龙族极为重要的存在，楚风若真的让吞天麒麟吃了，那楚风良心上过不去，毕竟对于龙成宇他们而言，祖龙遗骸的意义可能等同是祖宗啊，把兄弟的老祖宗吃了，跟挖兄弟祖坟有什么区别？你说对了，他的确没那么信任你，嘴上说的好听，但是能做到这个位置，哪个不是心狠手辣的主？他说他没手段，你信吗？反正本大爷是不信。小疯子，既然你也感觉不对劲，不如咱们直接逃吧，反正龙髓也到手了，给本大爷吃了这龙髓，多了不敢说，让你突破到4品半神绝对没问题。至于那些朋友，你是救不出来的，他若真想放，怎么会不让你见？小疯子，听本大爷一句劝吧，虽然你小子天赋不错，但修为还太弱，他们这种境界的事情，你还是少掺和，你也掺和不了。记住，保住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懂吗？吞天麒麟道。这件事你就别劝了，我自己有安排。楚风道。自然不可能就这样自己离开。接下来的日子，楚风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结界，并且龙鳞时常在暗中监视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甚至不敢做什么。不过好在楚风以灵魂淬炼龙髓，虽然痛苦，但楚风的忍耐力、适应力都很强。当楚风适应了龙髓带来的痛苦，便也不影响自己做自己想做之事。楚风开始钻研起那本神境武技神境龙息，尝试一番。楚风发现倒也不是不能修炼，只是确实很难。而自从龙髓融入体内，转眼间已是1月有余。此时楚风站在一处空旷之地，远处有一座他布置的阵法石碑。忽然楚风嘴巴张开，强大的武力自空中喷发而出，化作一道金光直冲阵法石碑。只是金光看似威猛，但却未能撼动阵法石碑分毫。果然还是不行吗？楚风有些失望，因为刚刚所施展的手段可不是寻常的手段，正是龙鳞赠予他的神境武技神境龙息。如今楚风已经初步掌握了这一神境武技，只是此神境武技的威力却是不尽人意。按照介绍，此神境威力极强，刚猛无比，若是修炼大成，威力甚至不弱于2段神境。可楚风施展出的威力甚至不如9段尊境，但楚风也是按照介绍修炼，不知自己错在了哪里。接下来几日，楚风也会时常思考神境武技哪里出了问题，同时也会花费更多时间思考布置怎样的阵法才能发挥出7界铸魂香的最大功效。虽说始终未能想到神境武技的问题所在，但楚风却终于想到了一个能够将7界铸魂香最大发挥的阵法。于是楚风说做便做，立刻于界灵空间内布阵。阵法的加持的确大大增强了7界铸魂香的药效，只是哪怕整根7界铸魂香燃烧殆尽，淡淡却没有丝毫起色。为何会如此？见到这一幕，楚风内心心如死灰，他不顾风险前往7界圣府，为的就是这根7界铸魂香。按照他的猜想，就算效果不好，但也会最起码有一些效果，甚至运气好，淡淡会直接苏醒过来。
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难道是我判断错了？楚风开始自我怀疑。本来按照他的观察，蛋蛋需要增强灵魂与肉身的宝物才能恢复，然七界铸魂香已是这种宝物中顶级的了。尤其楚风布置的阵法，能够将七界铸魂香的药效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情况下，七界铸魂香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便只能说明楚风搞错了救治的方向。可若不该如此救治，那又当如何救治？楚风一时之间也全然没了头绪。蛋蛋，你放心，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将你治好。虽然这件事对楚风打击挺大，但楚风在蛋蛋面前还是尽量表现得自信满满的样子。从界灵空间走出后，楚风神情显得十分低落。随着时间流逝，那龙髓在自己灵魂的淬炼下，早已不像当初那么狂暴。可这龙髓的狂暴之力越是减退，楚风越是感觉这龙髓奇怪。至于哪里奇怪，楚风也说不太清楚，但隐隐间，楚风感觉自己好像被束缚住了。按照龙鳞所说，这龙髓是可以随时取出的，但楚风并不太相信龙鳞的话。可楚风不知道的是，他所面临的危险远不止如此。楚风这些日子一直待在图腾龙族的禁地之内，但却早有2个非图腾龙族的存在来到了这方世界，乃是啸天道人与七界圣府的兽影界灵师。此时，一处无人的虚空之上，2人并肩立，啸天道人正对着图腾龙族的禁地不停地抽动自己的鼻子。啸天道人，你真的能确定楚风在那里面？若能确定，我就去和图腾龙族的人交涉一下。兽影界灵师说道。别，你可别去，你以为你是府主大人吗？图腾龙族会给你这个面子？啸天道长道。可听闻此话，兽影界灵师却目露不悦。区图腾龙族难道敢与我七界圣府作对？明面上当然不敢作对，但他可以找借口拒绝呀。况且楚风也可能不是被图腾龙族的人抓了，搞不好那小子是潜伏进去了，连图腾龙族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别忘了，这小子与图腾龙族的少主龙成宇关系很好。啸天道人说道。那你打算如何？我们都等了这么久了，难道一直等下去？兽影界灵师问道。急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贫道有预感，楚风一定会出来的，只要他出来，咱们就可以抓到他。啸天道人说道。但他没有说实话，他能嗅到楚风的生命气息良好，所以由此判定楚风没有被抓起来，也由此推断楚风迟早会出来。为何不实话实说？自然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定正确，日后也可以更好的邀功。此时图腾龙族禁地内，前辈帮我个忙，帮我查探一下龙鳞是否在观察我。楚风对吞天麒麟问道。这些日子楚风多次感应龙鳞的目光，他也知道龙鳞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但是龙鳞毕竟是真神巅峰的存在，他掌握的手段也很特别，楚风无法保证自己的感应一定准确。眼下楚风感觉龙鳞似乎不在，可还是想让吞天麒麟帮忙确定一下。有好处吗？吞天麒麟问。你不想要这龙髓了？楚风问。你又不肯取出来给本大爷吃。吞天麒麟道。我可以取出来一点给你尝尝。楚风说道。真的？听闻此话，吞天麒麟顿时来了兴致，于是说道。那家伙现在不在，不如现在就取出来。好。楚风立刻运用手段，想要将龙髓取出一些。他只是尝试，可这一尝试不要紧，楚风发现龙髓无法从自己体内取出。最诡异的不是那龙髓与自己的灵魂镶嵌到了一起，而是外力，是有一种无形的外力束缚住了楚风。这股外力不会对楚风实质性的影响，但的确能够阻止龙髓从楚风体内取出。我取不出来。楚风说道。取不出来？那看来事情有蹊跷啊。吞天麒麟道。前辈，你见多识广，帮我分析一下。楚风将自己感受到的外力告诉了吞天麒麟。小疯子，你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那祖龙遗骸的真身。吞天麒麟说道。好。楚风应下。之前楚风不愿意去提出去见那祖龙遗骸，是害怕吞天麒麟搞事情，毕竟祖龙遗骸对图腾龙族很重要。可眼下自己也遇到了困境，并且这困境很特别，是一种解释不清的力量，因此他也觉得此时的困境可能与那祖龙遗骸有关。龙鳞不仅暗中监视楚风，每日明面上也都会来探望楚风。而在今日龙鳞的时候，楚风便提出想去祖龙遗骸看看。楚风小友，不是我不带你去，而是祖龙遗骸有特殊的血脉阵法，你根本就进不去，若是强行进去会承受不住。龙鳞说道。前辈，我现在体内不是伪装了龙族血脉吗？楚风道。不行，不能冒此风险。楚风小友，再等些日子吧，就当我有私心。你将龙髓取出后，我可以让你去试试，但在此之前，我真的害怕出岔子。龙鳞道。那好。楚风看出来了，不管龙鳞嘴上怎么说，可实际上就是不想让自己去祖龙遗骸。他也是多说无益，反而说的越多，越容易引起龙鳞怀疑。但楚风不知道的是，龙鳞走后，便直接来到了那云中楼阁之上。他来到沉睡的龙雪面前，轻轻挽起了龙雪苍老的手。明明眼前的女子如此的狼狈，可龙鳞贵为一方天河霸主，看他的眼神却是满眼爱意。雪儿，快了，就快成功了。可能这就是天意，我也没想到图腾龙族都没办法的龙髓会被一个下界的小友淬炼成功，只是可惜了，他如此天赋，不过为了你都值得。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任何名头我都不在意，我只要你能好好的活着。麒麟前辈，与祖龙遗骸有关对吧？楚风对吞天麒麟问道。小疯子，你说到点子上了，本大爷为何让你去见祖龙遗骸，就是想确定一下那条祖龙究竟是真的死透了，只剩下遗骸和一点龙髓，还是说他没有死透？现在来看，那条祖龙多半还没有死透，正因为他没死透，所以才有这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什么可能？楚风问。之前那个龙鳞不是说图腾龙族能有今日，是他们初代族长依靠那条祖龙成长起来了，但是后面那个初代族长又不让后人靠近那条祖龙。本大爷猜测，要不是那个初代族长使用了秘法，要不是那条祖龙临死之前自己使用了特殊的秘法，正是这个秘法造成了这个局面，那便是祖龙身上的东西不能轻易使用，更是无法带走。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禁地，因为距离祖龙遗骸近，因此算是安全区域。你若是离开这个安全区域，表现将更加明显，你根本无法将龙髓带走，甚至若离开安全区域，会有生命危险。话到此处，吞天麒麟化作成实体，来到楚风面前，来，让本大爷试试，看本大爷的神通能不能帮你
将龙髓炼化掉。若是能炼化，便说明这个秘法是他们初代族长所设，这也便好办。若是炼化不掉，那可真就麻烦了，那一定是祖龙生前所设，本大爷现在也没办法。吞天麒麟道：“你就是想炼化这龙髓吧？”楚风问：“你可别说这话，本大爷是帮你验证真相，别慌，本大爷只炼化一点点，不会让那龙鳞发现。”吞天麒麟道。楚风思考了一下，决定试试。好，就一点点。随后，楚风尽可能地控制龙髓向灵魂之外推进，可终究无法将龙髓移出灵魂。同时，吞天麒麟周身金光闪烁，果然一股奇异的力量自其口中出现。这股力量很难形容，感官上不是特别强大，但却拥有不容低估的奇特力量。这力量比吞天麒麟吞噬圣兽的时候要厉害得多。这股力量顺利进入楚风身体，尝试将那龙髓炼化，但却也无法靠近龙髓。一番尝试后，吞天麒麟也是收回力量。此时的他竟气喘吁吁，猪身之上肉眼可见的汗珠不断落下，看得出来，刚刚的手段让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行，是那条祖龙的手段，本大爷暂时是没办法了。小疯子，你自求多福吧。吞天麒麟摇晃着那大猪脑袋，随后同情地看了楚风一眼，那个眼神就似是楚风要大难临头了一般。紧接着便化作勋章落入楚风胸口。而听到吞天麒麟这样说，楚风也意识到事情的确很棘手。正常来说，这龙髓无法取出，但有一种可能，龙髓一定可以取出，那便是楚风灵魂散去。说白了，只要楚风死，这龙髓就可以取出。龙鳞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他多半一开始就做好了要杀死楚风的准备。这很可能也是龙鳞不让楚风见龙成羽以及图腾龙族族长他们的原因，因为图腾龙族族长他们必然也知道关于祖龙遗骸以及龙髓的事。接下来的日子，楚风便不再出去闲逛，除了龙鳞来找自己，他便一直待在住所内，嘴上说是修炼，实则暗中观察着龙髓，研究着龙髓，尝试破开祖龙的秘法，将龙髓取出。而这一日，楚风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前辈，我有新的发现了，有突破口。楚风赶忙对吞天麒麟说道：“什么突破口？”吞天麒麟也是立刻来了兴致，这个秘法是能够破坏的。楚风说道：“就这，没别的了。”吞天，这还不够吗？楚风问：“你这不是废话吗？修武世界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什么阵法秘法都是摆设，不堪一击。但问题是，这是本大爷目前都没辙的秘法，是那条祖龙留下的秘法，那可是神兽，就算留下这秘法之前，已是油尽灯枯。但你没听过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是一只神兽，一条真龙，它的手段你能破开吗？”吞天麒麟问：“我的确不行，可我观察到这秘法的力量虽然强，但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也是有了破绽。只要拥有足够刚猛的武力，真神巅峰，也有可能将此秘法破除。”楚风说道：“刚猛的武力，那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比龙族或者龙族后裔的武力更加刚猛了。本大爷明白了，你的意思是，那龙鳞可以帮你破除这秘法？”吞天麒麟问：“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可能没想过帮我破除，因为他从未说过龙髓入体会被秘法束缚之事。”楚风说道：“小疯子，你又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他大可以直接告诉你真相，但他没有，反而故意隐瞒。本大爷觉得那叫龙鳞的家伙肯定没别什么好骗，你呀，从一开始就被他骗了。不过也正常，就算你小子很聪明，可又怎么玩得过活了那么久的老东西？况且就算他不骗你，以他的修为，强行对你动手，你也没有办法。事已至此，不管他究竟想做什么，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希望他心慈人善，念及旧情，留你一口气吧。”吞天麒麟说道：“那这龙髓除了治病或者修炼？”楚风问：“治病倒是可以，但只是对龙族后裔比较有效果，修炼也是同样的道了，龙族后裔效果最大。依我看，其实没别的，那龙鳞就是利用你来修炼罢了。他也没想着放过你朋友，甚至连你都没想着放过。真相虽然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吞天麒麟道：“按照你说。”楚风问：“你以为呢？你看他嘴里有一句实话吗？说不定那重病的老太太都是他编出来的，搞不好是被他害成那个样子的。反正你被困在这里，一个活人见不到，也没办法去寻求真相。小疯子，你这次啊，已被完全拿捏了。”吞天麒麟道：“那可未必。”楚风说道。尽管意识到情况不妙，可楚风却根本不怕，他又不是没有底牌。楚风对龙髓的观察可不止与吞天麒麟所说的那些。要说刚猛的武力，其实楚风的天雷血脉同样不弱，只是奈何修为太差。但楚风毕竟是界灵师，他可以通过布阵来弥补一些。至于龙鳞，他的确强大，但他若真的很爱龙血，那软肋也很明显。楚风早有计划，这些日子的观察只是为了实行计划，而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好，接下来便是按照计划实施。龙鳞前辈，不论你是好是坏，可都休要小瞧了我。楚风开始布阵，总共布置了3种不同的阵法，这3种阵法都不容易，哪怕楚风早就花费一定时间去准备，但布置完成仍又花费了不少时间。阵法完成，楚风将所有阵法隐于体内，再见到龙鳞，便立刻问道：“前辈，龙血前辈现在情况如何？”雪儿的情况一直不好，但暂时还能稳定住。楚风小友怎么突然问及此事？龙鳞问：“龙髓一直在晚辈体内，晚辈一直有认真观察，龙髓于晚辈体内，狂暴之力的确减退大半，可龙髓的一些霸道之力是难以去除的。而龙血前辈现在本就虚弱，晚辈担心那一点点无法取出的霸道之力，龙血前辈都难以承受。”楚风说道。但总要试一试。对于楚风此话，龙鳞没有任何怀疑。其实他早就知道，就算龙髓的狂暴之力能够淬炼，可龙髓本身就是祖龙之物，一些霸道之力的确无法抹除，所以他知道楚风没有说谎，而是在说事实。晚辈虽然修为尚浅，但自认为悟性还行，这些日子观察，倒也是琢磨出了一些龙髓特性。话到此处，楚风取出纸笔，在纸上写下了多种没有具体名字，只是需要带有特性的物品写了上去。前辈，这些物品你能搞得到吗？楚风问。应该可以。你是要用这些炼东西？龙鳞问。是。经过我的判断，我体内的龙髓，就算我淬炼完成，让龙血前辈融合也会很危险，但若是我仿造龙髓特性，打造出一个专门医治病情的丹药，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辅助草药我都有，
但是毕竟是打造仿制龙髓的丹药，所以需要这些你图腾龙族独有的宝物。前辈你放心，我出这个主意就是害怕龙血前辈治疗出现问题，所以我敢保证，我仿造龙髓打造的这颗丹药绝对不会伤害龙血前辈，就算没有效果，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而且自负一点说，我有自信会有效果。楚风说道。龙鳞思考了一下，旋即点头，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龙鳞走了，没过多久便回来了。他拿起了楚风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每个都是价值连城，甚至是图腾龙族高层都无法享用的好东西。正常来说，可没人愿意拿这些无价之宝让楚风来尝试炼制，甚至换做图腾龙族族长都未必敢这个风险。可龙鳞敢，龙鳞为了龙血什么都舍得，毕竟按照他所说，夺得族长之位都是为了龙血。楚风小友，我可是非常信任你的，就让我看看拥有王之血脉之人是否能给我带来惊喜。龙鳞将所有物品交给了楚风，前辈放心，虽然不敢保证，但我会尽量让龙血前辈的病情得到好转。楚风此话说完，便立刻开始布阵，只用了半日功夫，楚风就炼制出了一个金色丹药。这颗丹药的气息竟然与龙髓一模一样，并且的确没有一点狂暴之力，也没有霸道之力。前辈，你仔细检查一下，若是你觉得没问题，我就将它融入到龙血前辈体内，为他医治。楚风将炼制好的丹药递给了龙鳞，龙鳞反复检查，他看得出来这颗丹药的确没有问题，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楚风小友，你确定就算失败也不会伤害到龙血？龙鳞问。前辈，我敢担保，一定不会伤害到龙血前辈。若是会伤害到龙血前辈，你将我的人头取下。楚风说道。好，楚风小友，我信你。龙鳞最终应下。随后，龙鳞便带着楚风又来到了龙血所在的云中楼阁。前辈，融合需要一定的阵法力量，你若不介意，我需要借助此地疗伤大阵的力量。楚风说道。不会破坏这疗伤大阵吧？龙鳞问。会消耗疗伤大阵的力量，但只会消耗一部分。前辈，只要我能将此丹融合，龙血前辈就能醒来，这疗伤大阵其实也就没有用了。楚风说道。喜儿能醒来？当真？听到醒来二字，龙鳞的表情都变了。我不敢保证，但我很有信心。楚风道。好，楚风小友，我信你。龙鳞到此时整个人都变得激动起来。其实为了龙血，他早就找过无数强大的界灵师，但那些界灵师都没办法，也包括太史心中，甚至一些身份更利奥的都是没有办法。可楚风打造的这颗丹药的确是与龙髓的特质特别的像，所以他也是看到了希望。前辈，那我便开始了。随后楚风便再度布阵，改变了一下此地的疗伤大阵的特性，来为自己所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来到龙血身前，将那颗炼制好的丹药借助疗伤大阵的力量融入了龙血体内。可那丹药刚刚融入龙血体内，龙血的身上便涌现一重阵法，是由内而外的浮现。同时楚风的身上也出现了相同的阵法。那是什么？看到阵法的一刻，龙鳞顿时脸色大变，因为在那阵法之上，他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那阵法与先前楚风对太史心中儿子所布置的阵法非常的像，但却更强。别过来！可龙鳞还未靠近，楚风便怒喝一声：龙鳞前辈，现在龙血前辈的命和我捆绑在一起了。楚风说道。楚风，你在做什么？龙鳞怒目圆睁，凶狠无比。这是楚风见到龙鳞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露出如此凶恶的眼神。我为何这样做？前辈应该清楚，龙髓入体根本就取不出来，可前辈从未告诉过我这件事。前辈，你故意隐瞒，到底有何目的？楚风问道。楚风，你利用我？此刻确定楚风目的的龙鳞顿时杀意弥漫，顷刻间虚空之上乌云密布，强大的杀意竟形成异象。不只是这方境地，就连境地之外都有所感应。原本盘坐在云端之上的秀天道人以及兽影界灵师同时起身，好强的杀气。秀天道人道：看来有大事发生了。兽影界灵师也是道。与此同时，太史心中等图腾龙族诸多高手都将目光投向了境地的方向，他们都意识到可能有事情发生了。境地之内，漫天的乌云遮蔽了整个境地，那已经不是简单的异象，由于渗入了武力，已是形成真正的威势。那恐怖的雷鸣，每一道都渗透着浓烈的杀意，只要意念之间，毁天灭地的力量将会从天而降，覆盖整片境地。而这一切皆是龙鳞的所引起。可就站在龙鳞对面的楚风却丝毫不惧，他在赌龙鳞是不是真的很爱龙血。只要他很爱龙血，哪怕他再强也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前辈真的很爱龙血。前辈，楚风说道。龙鳞就站在不远处，明明已经杀意滔天，可却并没有对楚风动手。他不是没有这个自信，而是他不敢，他生怕失误一点害死了龙血。楚风小友，我如此信任你。龙鳞咬牙切齿的开口，他在极力克制自己想杀楚风之心。可他话未说完，楚风便说道：前辈，别说这些了，你究竟是信任我还是利用我？你心里清楚。说吧，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龙髓进入我体内，我取不出来？楚风问。我可以帮你取出来。龙鳞道。你可以帮我取出来，但你没打算帮取出来，对吗？楚风问。楚风小友，我都说了，我能帮你取出来，如此信任你，你为何不信任我？龙鳞问。前辈，你既然如此信任我，那便打开那道门，让我去见图腾龙族族长他们。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龙鳞神色变了，虚空之上贯穿天地的杀意也随之散去，就连龙鳞的脸也不再那般狰狞，更多的是无奈。楚风小友，我承认我欺瞒了你，这龙髓的确具有危险性，但是我保证，我真的可以将龙髓从你体内取出。我也曾让龙髓入我体内，若不能取出，我早就死了。我只是害怕你知道真相，不愿意帮我，所以才隐瞒。楚风小友，话到此处，龙鳞看向那仍陷入沉睡的龙血，你诊断过他的病情，你应该知道他时日不多，我好不容易寻得一个能够淬炼龙髓之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龙鳞说道：“前辈，你说的我信，但我只有一个条件，打开那道门，让我去见他们。我保证，我见过他们之后，一定放了龙雪前辈。”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龙鳞有些犹豫，若心中无鬼，有何可惧？前辈，你就算不擅长结界之术，也能看得出我这阵法有多危险。我不是在和你讨价还价，而是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做。楚风说道。按理来说，旁人敢如此威胁龙鳞，龙鳞绝对大开杀戒。可面对楚风的威胁，龙鳞却妥协了。我答应你。只是此话说完，龙鳞眼中再度浮现一抹凶狠。不过楚风小友，你记住，龙雪若有三长两短，不仅你要死，图腾龙族的所有人都要死，哪怕你的母亲剑染青，我龙鳞都不会放过。我说到做到。此时的龙鳞虽然没有漫天的杀意，可那凶狠的表情却更加令人胆寒。他绝对不只是说说，他有这个决心。放心，只要你遵守诺言，我不会伤害龙雪前辈分毫。楚风道。随后，楚风便以龙雪为人质，跟着龙鳞再度来到了那道大门。龙鳞再度拿出令牌，看向楚风。楚风小友，我龙鳞如今还活着，就是为了龙雪。他若有事，我什么都做得出来。话罢，他也不待楚风说话，直接开启了那道门。见状，楚风直接带着龙雪飞掠了进去。突然进来一个人，图腾龙族众人皆是如临大敌。可当他们看清是楚风之后，第一反应都是意外和不解。楚风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族长前辈，来不及多说了，麻烦你以暗中传音，命令所有族人向我靠近，我可以带你们离开。楚风以暗中传音对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图腾龙族族长见到楚风的第一反应也是充满戒心的，但他防备的不是楚风，而是觉得事情有诈。可当他确定眼前之人的确是楚风之后，出于对楚风的信任，他也是立刻按照楚风说的做。其实图腾龙族大部分人都已经撤离了，他们之所以未能撤离，是因为他们之中出现了叛徒，除去当时战死之人，这里的人也不多，长老加上小辈，总共只有3000多人。这3000多人虽然在这辽阔的空间世界，但其实都始终聚集在一起。当族长命令下达之后，他们都立刻来到了楚风身旁。楚风小友，有什么话要问，你便问吧，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许伤害龙雪。此时龙鳞的声音响起，回头观望，他也是走了进来。我杀了你这个叛徒！见到龙鳞，许多图腾龙族族人都是杀意滔天，就想向龙鳞冲过去。都别动！倒是图腾龙族族长一声令下，使得他们清醒过来。他们虽然明面上没有被锁链捆绑，但身上也有特殊的封印枷锁，实力都被束缚住了，根本就不是龙鳞的对手。至于楚风，也是看向龙鳞，我要带他们走，你可以走，但他们走不了。楚风，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你没办法带他们离开，若强行带他们离开，只会害了他们。龙鳞说道。那看来就是谈不妥了。楚风问。楚风，你莫要我为难。龙鳞道。前辈，我不知你究竟怎么想的，但我今日必须带他们走。话到此处，楚风意念一动，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释放而出，是秦九留下的那道符。此符力量极强，哪怕这是禁地，也无法阻拦于他，毕竟这是秦九的手笔。楚风，你要做什么？见状，龙鳞也是释放出了滔天威压，但那威压只是围绕着楚风，并没有对楚风动手。同时，龙鳞手持令牌，捏动法诀。这片天地一股奇异的力量也是浮现而出，那乃是封锁大阵，封锁的不只是眼前，而是整个禁地。龙雪前辈，我归还于你。图腾龙族的族人，我带走了。话罢，磅礴的传送之力浮现而出。当那传送之力消失之际，楚风等人也是一同消失，唯有龙雪被留在了原地。龙鳞也没想到楚风身上竟然藏着这样的秘宝，哪怕他已经尽力阻拦，但却根本拦不住。可他第一反应还是来到龙雪身前，因为此时龙雪身上还有一重阵法浮现，那阵法非常危险，只有图腾龙族血脉之力才能阻止这阵法扩展。显然，这是楚风故意留下的，就是防止龙鳞去抓他们。在龙鳞眼中，龙雪胜过一切，所以他立刻释放自己的血脉之力，不断的融入那阵法之中，生怕龙雪出现意外。可同时，他的面容早已变得扭曲。楚风，你可真是卑鄙小人，但你以为你逃得掉吗？龙鳞说话间，取出一道刻有龙之图案的金色罗盘。此时，罗盘光芒大盛，一个辽阔的地图浮现而出，那正是这方世界的地图。同时，3000多道光点同时出现在了这地图的一个位置之上，那正是楚风等人现在所在的位置。龙鳞取出一道特殊的令牌，随后在特殊的符纸，随后不停的写字，每一个字写完都会融入符纸之中，而他写的内容就是命令人前往楚风等人所在的位置，将楚风等人活捉回来。写完之后，他捏动法诀，那符纸竟长出一对翅膀，快速的向远处飞掠而去。而与此同时，楚风等人来到了一处荒漠之上，是楚风催动那秦九那符纸的力量故意选择的这个地方。在楚风判断中，这样的地方一般人烟稀少，正常来说这里很难被发现。可是来到这里之后，楚风便感觉有一股极为强大的束缚之力向大地延伸而出，随后笼罩了自己。那本是束缚龙髓的力量，可现在那力量不仅在束缚龙髓，也在束缚着楚风。但楚风早有准备，早就布置过对抗这力量的阵法，所以勉强还能抵抗。可楚风发现图腾龙族的众人竟皆是露出痛苦的表情。起初楚风不解，但很快肉眼可见的金色虚翼自大地延伸而出，缠绕住了所有人。乍一看似是藤蔓，但仔细一看，此物更像龙须，而那龙须散发的气息与力量与束缚自己的相同，只不过更为强大。楚风倒是勉强可以移动，可是图腾龙族众人在这龙须的束缚下，哪怕图腾龙族族长却皆是寸步难行。直到此时，楚风才明白龙鳞的那一句：你没办法带他们离开，若要强行带走，只会害了他们，是祖龙秘法。所有人
立刻运转血脉功法。当龙须浮现而出，图腾龙族族长立刻高呼一声，且自己也是盘膝坐下，运转功法。见状，所有人都是强忍疼痛，立刻盘膝坐下，纷纷开始运转功法。在他们运转功法之后，身上都出现了一重金色气焰。那金色气焰没有与龙须对抗，而是融为一体。这种情况下，众人脸上的痛苦之色的确缓解了不少。只是那龙须依旧束缚着众人，他们根本无法脱困。同时，楚风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束缚之力越来越强，自己提前布置的阵法已是难以支撑，有些不妙啊。楚风察觉情况不妙，也是盘膝坐下，全力催动阵法，想尽量抵抗。与此同时，图腾龙族境地外一座特殊的宫殿内，有着9名老者聚集于此，他们都曾是图腾龙族的顶尖强者，后面因各种原因叛离了图腾龙族，后面被龙鳞聚集到一起，与龙鳞一同完成了这次叛乱，乃是此次叛乱的功臣，同时也是龙鳞的心腹。而就在刚刚，他们收到了龙鳞送过来的消息，腾辉长老怎么办？所有人都看向了在场的一位名为龙腾辉的长老，此人乃是这些人中的最强者，之前也是图腾龙族9期龙战之一，还能怎么办？自然是按照龙鳞大人指示去做。龙腾辉说道。听闻此话，剩余的8位老者脸上都是露出了惊恐之色，那可是图腾龙族族长啊，况且龙须也在其中。其中一位直接说出了他们的担忧，怕什么？他们早就被束缚了战力。龙腾辉说道。腾辉大人，可他毕竟是族长，就算被束缚了实力，我们真的能够对付吗？他的手段我们也并不清楚啊。龙鳞大人在干嘛？为何不亲自出手呢？哪怕明知道图腾龙族族长和龙须等人已经被束缚了战力，可他们还是害怕，只因图腾龙族族长的强者身份早就深深烙印在了他们的灵魂之中，哪怕想想他们都感到害怕。也许这是龙鳞大人对我们的考验，在试探我们的忠心。诸位不要忘记，我们都是被图腾龙族抛弃之人，是龙鳞大人给了我们重新回到图腾龙族的机会，给了我们今日的地位。但凡能够站在这里的，哪一个没有被图腾龙族迫害过？可是我们终究是图腾龙族族人，龙鳞大人有所顾虑也是正常，但这次机会就是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只要我们能够完成，日后我们就是龙鳞大人的心腹，也许图腾龙族新的龙旗9战就是我们。龙腾辉此话一出，其他人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别样的光芒。龙旗9战，那可是他们曾经的梦想。走，立刻跟随我动身。龙腾辉此话说完，便立刻动身，随后其他8位长老也是纷纷动身，但没人注意到，其中一名长老动身之前却是留下了一物。当所有人离开后，此物却化作一道流光，快速的向远处飞掠而去。与此同时，原本在修炼的啸天道人也是猛然睁开眼眸，他先是轻轻的嗅了几下，随后嗅的力度越来越大，紧接着他双眼变得明亮，猛然起身，捏动法诀，鼻子快速抽动。做完这个动作，他面露狂喜，随后猛然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兽影长老的肩膀上。兽影长老原本在闭目修炼，突然被抽这么一巴掌，顿时勃然大怒：啸天，你找死吗？可他还没来得及动手，啸天道人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怒火全消。楚风出来了，快跟我走。说话间，啸天道人已是御空而起。见状，兽影界灵师也是立马跟了上去。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图腾龙族众人的情况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尽管他们移动的还是非常困难，但却勉强可以移动一下，并且不像之前那般痛苦。可是楚风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楚风所承受的束缚之力越来越强，不仅有龙须的虚影浮现，甚至远胜于图腾龙族众人。那已经不是虚影了，那更像是实体。这种情况下，楚风不仅动弹不得，也是开始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一幕，就连图腾龙族族长等人都是大为吃惊。他们回想起来，明白自己会被这股力量束缚，应该是龙鳞之前逼迫他们服用的毒药内蕴藏着与祖龙有关的东西，所以才会如此。因为祖龙生前布下的密阵，导致祖龙相关之物若是离开祖龙境地，就是会被祖龙秘法的力量束缚。可是楚风为什么也会这般？难道楚风也服用了与祖龙有关的东西？楚风，那龙鳞给你吃了什么吗？此时，图腾龙族族长以及龙成宇等人都已经能够勉强活动，皆是围在了楚风身旁。龙髓，我的体内有龙髓。楚风如实说道。龙髓，听到龙髓2个字，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图腾龙族族长更是直接将手掌放在楚风身上查探起来。而这一查探不要紧，图腾龙族族长顿时面如死灰。父亲，真的是龙髓吗？龙木西问道。同时，龙成宇与其他人也紧紧地盯着图腾龙族族长，所有人脸上都有着无尽的担忧。他们都明白，龙髓入体，那代表着什么？是。图腾龙族族长微微点头。我要撕了那龙鳞。龙木西顿时暴怒，杀意滔天，就要向禁地的方向行去，可本就被龙须束缚，只能勉强移动。暴怒之下，龙须的束缚力量反而更强，不用别人劝阻，他便立刻趴在了地上。小姐，别动怒，全力运转血脉功法。见状，众人纷纷劝阻。该死的龙鳞！龙成宇虽没像龙木西那般，可同样双拳紧握，满眼的杀意。不用担心，我没事。楚风说道。怎么会没事？那是龙髓，你不知道那龙髓？龙木西满眼心疼。我知道龙髓狂暴嘛，但我没事。不信你们查探一下，龙髓虽在我体内，但早不像之前那般狂暴，它已经被我淬炼了。楚风怕龙木西等人担心，明明承受巨大的痛苦，却强挤出了一抹微笑。听闻此话，图腾龙族族长以及其他人纷纷查探，发现那龙髓果然并不狂暴。他们起初也是满眼震惊，但很快眼中浮现出一抹喜色。不愧是楚风小友啊，居然连祖龙大人的龙髓都能淬炼。图腾龙族族长叹道。楚风他们还是有所了解的，之前就做过多次惊人之事，所以他们也算有了一定承受能力。换做常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楚风他们倒也没那么意外了。楚风小友，是那龙鳞逼迫你的吗？图腾龙族族长问道。不是，
是我自愿的。他说龙髓能救龙血前辈的命，但太过狂暴，需要淬炼，而我是能够完成这淬炼之人，并且我有观察过，龙髓虽然狂暴，但我应该能够承受。但我没想到龙髓入体便被困在了我体内，竟无法取出。族长大人，那禁地是不是不有秘法？与祖龙相关之物无法带走，若是离开禁地，便会有此局面。楚风问道。是，我们之前被那龙灵逼迫着服下了毒药，那毒药入体之后，立刻与灵魂以及血脉相融，也察觉不到什么，便也未多想。不曾想，竟是与祖龙大人有关之物。龙灵简直卑鄙透顶，竟用这种方式困住我们。图腾龙族族长也是刚刚才意识到，他们之前服用的毒丹是与祖龙相关之物，所以才会被龙须束缚。这正是祖龙大人留下的秘法之力量。可按照祖训，他们不能沾染与祖龙大人相关之物，此举乃是对祖龙大人的亵渎。而龙灵竟逼迫他们服下了与祖龙大人相关之物，简直是在羞辱他们，这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所以他提及此事，他也是咬牙切齿。父亲，可有办法将龙髓取出？龙木西问道。我若修为恢复，倒是可以勉强试试，但是现在绝对不行。图腾龙族族长摇了摇头。那怎么办啊？龙木西满眼担心。楚风小友，我传你我龙族的血脉功法，你来试试，看能否进行抵抗。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可谁曾想，他此话刚出，便有一道嘲讽之音响起。身为图腾龙族族人，竟将图腾龙族的血脉功法传于外人，你果然不配做图腾龙族族长。顺声观望，9道身影出现在了远处的虚空之上，正是龙腾辉等9人。龙腾辉看到那9人，不止图腾龙族族长，所有图腾龙族族人都是难掩怒火。这9人都曾犯过大错，图腾龙族族长虽将他们逐出龙族，但念在也曾为族内立下过功劳，便饶了他们一条命。不曾想他们不知感恩，竟跟随龙灵参与叛乱，且此次叛乱不少族人死在了他们手中。族长大人，你刚刚可是打算将我图腾龙族的血脉功法传授给这个外人的？你还有脸对我发闷发火？看来我们跟随龙灵大人是正确的，你早就不配做图腾龙族的族长了。龙腾辉说话间，大袖一挥，天地震荡，只见虚空之上一张金色的大网正在落下。他是打算将楚风他们困在此地，等待龙灵的到来，尔等杂碎也想困我？图腾龙族族长怒喝一声，下一刻滔天的威压从体内释放而出，不仅那遮天蔽日的金色大网瞬间便迸碎开来，就连龙腾辉等人也被那威压所覆盖。糟了！直到此时，龙腾辉等人才意识到事情不妙。图腾龙族族长的修为并没有被完全束缚，不知他使用了何等手段，但此时的确施展出了修为，尽管远不及正常修为，他哪怕如此，却也根本不是龙腾辉他们能够抗衡的。眼见不妙，龙腾辉等人便想逃跑，只见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手掌对着虚空猛然一握，下一刻，龙腾辉等顶尖强者全部粉身碎骨，被捏成了粉碎。他们死得不能再死，连本源都被粉碎了，可惜了。见到这一幕，楚风略感可惜，那几位的实力可都不容小觑，他们的本源可有大用。不过图腾龙族族长对那些人恨之入骨，所以一出手可谓毫不留情。当楚风反应过来之时，那9人就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尽管只是一击就抹杀了龙腾辉等人，可是下一刻，图腾龙族族长的口中便吐出了一口鲜血，随后更是虚弱的连站都站立不稳。父亲大人，族长大人！见状，龙成宇、龙木西等人赶忙搀扶住了图腾龙族族长，但眼下图腾龙族族长的情况还在恶化，可见图腾龙族族长虽然刚刚摆脱了束缚，击杀了龙腾辉等人，但却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与此同时，龙灵怕龙血出现意外，仍在用自己的血脉不断的向那阵法之内灌输，他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除这阵法，可至少现在灌输血脉是唯一能制衡这阵法的方式。可突然，他发现那道刻有龙之图案的罗盘出现了异样，见状，他也是眉头紧锁，竟然没有被完全束缚，只是通过这罗盘，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知道是图腾龙族族长克服束缚之力，施展出了一定修为。这种情况下，想必他派去控制图腾龙族众人的9人也必然凶多吉少。但相比于图腾龙族族长等人，他更担心楚风，他绝不能让楚风逃走。毕竟先诱楚风施展强大的传送之力，无视祖武禁地的束缚，将图腾龙族等人强行带走。后面图腾龙族族长也是破开束缚之力，施展出了修为，这让他非常担心，担心拖下去会有变化。于是他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楚风小友，莫要怪我。话罢，龙灵一只手继续向龙血体内的阵法灌输血脉之力，另一只手摸向乾坤袋，2件物品出现在面前，其中一个乃是古老的兽皮图纸，图纸打开，上面不仅带有龙的图案，还写着一个镜字。而另一件物品相比于这张图纸则是大了不少，它金光闪闪，散发着霸道无比的神圣之气，那是一片龙鳞，祖龙的龙鳞。他用龙鳞将自己手掌割破，伴随鲜血与武力融入那片龙鳞，那片龙鳞出现变化，最终化作一缕金色气焰。龙鳞将金色气焰融入图纸之中，图纸之内竟有阵法发现，同时龙鳞也是紧咬牙关，强大的身躯无法自控的抽搐，痛苦的表情更是弥漫在他的整张脸上。与此同时，楚风以及图腾龙族众人皆是面露痛苦，许多人更是直接哀嚎起来。那自大地延伸而出，束缚住他们的龙须全部从虚影化作了实体，并且力量极大的加强，使得他们所有人都被彻底困住，彻底丧失了移动的能力。楚风，你怎么了？自己明明承受着巨大的痛楚，可龙木西却满眼担忧地望向楚风。他此话一出，其他人也是纷纷看向楚风，这才发现相比于他们，楚风的情况糟糕得多。楚风身上的龙须所散发的力量明显强于他们身上的龙须，最主要的是楚风体内有一物品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从
体内直接映射到了外面。那件物品使得楚风也是面容扭曲，无比痛苦，并且很快，一道道符咒纹路自那龙髓之内延伸而出，先是遍布楚风灵魂，随后延伸到体外，紧接着与那捆绑楚风的龙须相融。这个符咒纹路，那是祖龙禁法。可恶的龙鳞，他怎能如此丧心病狂？见此一幕，图腾龙族族长愤怒的同时，更多的却是痛心。果然，我还是被骗了呀！楚风则是自嘲的笑了一声。此时不用图腾龙族族长说，楚风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体内的龙髓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龙髓之内蕴藏着特殊的阵法，那阵法之隐蔽，楚风观察这么久都未能发现，直至此时才发现，这阵法要将楚风灵魂炼化，到时龙髓的力量将得到升华。龙鳞果然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楚风，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楚风活。父亲，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龙木西与龙成宇同时看向图腾龙族族长。祖龙禁法早就被封存许久，图腾龙族族人都不能碰，我也从未亲眼见人施展过，而是从史料记载中见过。祖龙禁法有很多种类，但不管是什么目的，想要达到都必将伴随极大的牺牲。我不知那龙鳞对楚风小友布下了怎样的祖龙禁法，但那个符咒纹路应该就是祖龙禁法，不会有错。图腾龙族族长说道。父亲，可有办法救我楚风兄弟？龙成宇问道。图腾龙族族长摇了摇头，此法无解。可他此话刚刚说完，楚风便捏动法诀，楚风全力催动体内阵法，竟使得那符咒的蔓延得到了减缓。但图腾龙族族长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他知道这都是徒劳。以楚风现在的修为，就算暂时能勉强对抗，但其实也只是减缓死亡时间罢了。因为楚风要对抗的可不仅仅是龙鳞的手段，而是祖龙秘法的力量。祖龙，图腾龙族能有今日，皆因那条祖龙。尽管祖龙将死之时已是油尽灯枯，所布秘法远不及巅峰，可哪怕如此，那秘法的力量也是他们难以触及的。莫说是现在他的修为都被束缚，就算他是巅峰状态，也是无能为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地还有其他人在场，包括先前图腾龙族族长斩杀龙腾辉等9人，都被这2位所看到。这2位便是啸天道人与兽影界灵师，他们2个很谨慎，来到此地并未直接现身，反而在极远的距离，各自有特殊的至宝，又施展秘法，所以才能在极远的距离下观察到图腾龙族族长等人的情况。这楚风似乎要不行了，眼见楚风难以支撑，兽影界灵师就要动身，想要去抓楚风。他倒不是担心楚风安危，而是7界府主让他们将楚风活着带回去。可他刚刚起身，便被啸天道人拉住了。先别动，又有人来了。图腾龙族的诸位，这是在干嘛啊？莫非你们不是龙族后裔？不然身为龙族后裔，又怎么会被龙须捆绑？远处忽然又有一道讽刺之音传来，顺势观望，距离他们极远处有13道老者身影立于天际之上，他们距离太远，若是修为不够，甚至无法发现他们。但楚风等人却能看得清楚，那些人身着统一服饰，但却并非图腾龙族族人，他们皆是苍穹仙宗之人。是他，而楚风立刻认出了其中的一位，那是一个秃顶老头，秦长虹，苍穹仙宗刑罚堂堂主。之前楚风还没有参透9天秘地密码之时，从9天秘地传送到了苍穹天河，而恰好那传送门所在的位置是被苍穹仙宗占据的禁地，在那里楚风遇到了叛离苍穹仙宗的夏星辰，后面这秦长虹追寻而来，为了逼迫出夏星辰，这秦长虹对楚风进行了一番折磨。那老东西狠辣无比，将他刑罚堂各种非人的折磨手段都用在了楚风身上。那次折磨可是将楚风折磨得不轻，也就是楚风能忍，不然换做其他人，就算不死也绝对疯癫。没曾想他竟来到了这里，最主要的是以秦长虹的身份和地位，在这13人之中，竟也只能站在靠后位置，为首的3位虽也是老者，可无论是气质还是气场，的确都远在秦长虹之上。苍穹仙宗，你们怎么会在这？当图腾龙族众人看到苍穹仙宗这13位老者之后，也是表现出了意外，更是有人直呼出了对方的姓名。原来苍穹仙宗为首的3位老者，皆是苍穹仙宗10方仙尊之一。关于10方仙尊，楚风也有所耳闻，那是苍穹仙宗仅次于苍穹仙宗宗主的强大战力。可在图腾龙族众人感到惊讶和不解之际，图腾龙族族长却是轻笑了一声，原来帮助龙鳞对付我图腾龙族的是你苍穹仙宗。图腾龙族族长此话一出，图腾龙族众人也是恍然大悟。当日一战，族内背叛，图腾龙族的确因没有准备而吃了大亏，但是之所以战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一群实力强大的蒙面人帮助龙鳞叛变，他们当日使用的武技很杂，兵刃也进行了伪装，所以不清楚他们到底何方神圣。而此时显然已是真相大白，是苍穹仙宗给予了龙鳞之称，不愧是一族族长，反应就是比其他人快。苍穹仙宗为首的老者淡淡一笑，他没有否认，因为事已至此，他已经没有否认的必要了。他们今日来这里就是要灭掉图腾龙族族长等人的。原来苍穹仙宗参与了龙鳞的叛乱，难怪。此时楚风也是解开了心中疑惑，之前龙鳞说不能放掉图腾龙族族长等人时，明显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想必就是苍穹仙宗。苍穹仙宗之所以愿意帮助龙鳞，必然也是谋求好处，搞不好龙鳞也只是他们的傀儡。龙鳞就算现在贵为图腾龙族族长，但却也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同时楚风也想到，当日他大闹7界圣府的时候，苍穹仙宗宗主也在场，当时没有多想，只觉得可能是那老头爱凑热闹。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刚好是图腾龙族发生叛乱的时候，苍穹仙宗宗主应该是故意在那个时候出现在7界圣府，为的就是避嫌。可是先前图腾龙族的人出现在这里，多半是龙鳞指引，毕竟楚风他们都被祖龙秘法困住，龙鳞若对祖龙禁地掌握足够，通过秘法找到楚风等人位置，派人来控制他们倒是情理之中。但苍穹仙宗的人是如何找来的？该不会龙鳞也通知了苍穹仙宗的人吧？可苍穹仙宗的人真的会为龙鳞所用吗？苍
苍穹仙宗，你们离灭宗不远了，我图腾龙族族人流掉的血，会让你苍穹仙宗宗人加倍奉还。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可他此话一出，却换来了苍穹仙宗那13个老头的讽刺大笑。图腾族长，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若不是那龙鳞不听我家宗主指示，非要将你们关押起来，你们现在早就已经死了。灭我苍穹仙宗，你们还有这个机会吗？实不相瞒，那龙鳞优柔寡断，他虽然叛族，可对你们并没有动杀心。可你图腾龙族，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优柔寡断。我们能找到这里，不是龙鳞指使，而是你图腾龙族族人给的消息。苍穹仙宗为首的老者说道。是谁？他此话一出，龙须等图腾龙族长老同时问道。他们最痛恨的就是叛徒，刚刚已经被图腾族长杀了。苍穹仙宗为首的老者说道。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明白，是龙鳞通知了那龙腾辉9人来控制他们，但那9人之中还有叛徒背叛了龙鳞，暗中与苍穹仙宗勾结，所以来的时候便也通知了苍穹仙宗的人。不过也不重要了，反正不管是谁，他都已经死了。图腾族长，你的修为还能施展得出吗？你若不杀我们，我们可要杀你了，毕竟我们都露面了。若不把你们杀了，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对吧？苍穹仙宗为首的老者对图腾龙族族长问道。他其实是在试探，毕竟先前图腾龙族族长可是抹杀了龙腾辉等人，尽管此时那束缚的力量变得更强，可他也不确定图腾龙族族长是否还能施展出修为。这也是为何他们虽然现身，但却所占位置极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怕杀我就凭你们。图腾龙族族长没有动手，可他只是一个眼神，就让苍穹仙宗这13位真神境强者内心战栗。这位终究是天河霸主，是和他们宗主一个级别的人物，尽管修为被束缚，可他们心里还是没底。可就在此时，楚风忽然面露痛楚，他的对抗失败了，那符咒纹路开始快速的从龙髓内掠出，与那龙须相融。这种情况下，就连楚风的灵魂也开始燃烧。是龙髓，龙髓以燃烧楚风灵魂为代价来完成这个仪式。楚风小友，别来无恙啊！此时，那久久没有开口的秦长虹也是看着楚风开口了。秦堂主，你认识这楚风？苍穹仙宗为首的老者对秦长虹问道。其实他们也早认出了楚风，尽管楚风活着，他们也惊讶。可秦长虹的语气明显是之前就认识楚风，回禀仙尊大人，认得。之前夏星辰叛宗逃跑，就是这楚风掩护的。秦长虹说道。听闻此话，那位为首的老者看向楚风。楚风，夏星辰现在何处？楚风没有理会于他，因为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他恐怕真的要死，所以楚风抬头打量了一眼周围，最后看向那自地底延伸而出，束缚住自己的龙须。秘法，来自强大祖龙的秘法。这秘法之强，楚风感受得最为清楚。而现在这秘法正在燃烧楚风的灵魂，是打算要楚风的命。目光虽然复杂，可却并无惧怕，反而有着一抹期待。看来就是现在了。心生此决定，楚风看向秦长虹。秦长虹，你可还记得我当日对你说过，我完全可以杀了你，只是你配。其实不止你，你们都不配。楚风问道。你还敢嘴硬？快说，夏星辰现在何处？你若不说，老夫就让你的朋友见识一下我苍穹仙宗刑罚堂堂主的手段。我知道你皮糙肉厚，可你的这些同辈朋友也像你这般皮糙肉厚吗？秦长虹面露阴狠，随后大袖一挥，无数物品漂浮在其周围，哪怕距离如此之远，那皆是刑具。看到那些刑具，图腾龙族在场，除了龙成宇和龙木西以外的所有小辈皆是面露恐惧，他们都害怕被那样的刑具折磨。秦堂主，龙鳞应该使用了某种手段，再是利用这楚风炼制特殊的宝物。不要杀他，让龙鳞完成此法，我倒是要看看这会是何等宝物。苍穹仙宗为首的老者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他想坐收渔翁之利。仙尊大人放心，我不会对这楚风动手，我只是想他临死之前说出夏星辰的下落。话罢，秦长虹对着图腾龙族众人一指，数道刑具同时向龙成宇、龙木西等小辈飞掠而去。他就是要折磨小辈。而在秦长虹出手的一瞬间，那3位仙尊皆是释放出强大的气息，但更多的武力却是集中在了脚下，同时也是目光凝聚，集中在了图腾龙族族长的身上。他们做好了准备，他们是在防范，他们不确定图腾龙族族长是否还能施展修为，若是还能施展，他们会立刻逃离。秦长虹这一击看似要折磨小辈，但实则也是在试探图腾龙族族长是否还具有威胁。那刑具距离龙成与龙木西等人越来越近，图腾龙族族长尽管满面杀意，可却都没有施展出任何应对手段，直到那刑具就要进入龙成与龙木西等人体内之际，一道雷霆横扫而过，那由至宝材质打造而成的刑具竟瞬息之间化为灰烬。这一幕发生之后，众人第一时间以为是图腾龙族族长出手了，可却发现图腾龙族族长根本没有出手，是他。可下一刻，他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确有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出现，但并非来自图腾龙族众强者，而是来自楚风。只见此时楚风周身雷霆闪烁，那雷霆面积很小，只是附着在楚风身上。可当那雷霆出现之后，这方大地剧烈颤动，虚空也变得扭曲，就连束缚他的龙须也开始剧烈摇晃，似是恐惧了一般。此等威势之下，楚风脚下的大地瞬息塌陷，无数裂痕向全世界蔓延而去，而楚风等人却并未坠落，而是立于塌陷之地的上空。那是什么？看到此时楚风周身的雷霆，莫说苍穹仙宗等人，就连图腾龙族族长等人也是无比吃惊。他们都能感受到楚风身上的雷霆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不该出现在楚风的身上。这个家伙，难道他
他真的看着楚风周身缠绕的雷霆，秦长虹表情极其难看，下意识的便向后退了几步。直到此时，他才明白楚风说的那句完全可以杀了他的话，并不是吹牛，楚风他竟真的拥有这等足以抹杀他的力量。仙尊大人，秦长虹看向3位仙尊，因为他确定楚风周身的雷霆是他无法对抗的力量。可他不知道的是，那3位仙尊心中也完全没底。与此同时，祖龙禁地之内，龙鳞正在全力催动那禁法，因为代价太大，他早已变了模样，不再是中年，而是满身皱纹、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模样。可现在他根本顾不得自己容貌的变化，因为他察觉到自己的禁法出现了问题。那原本能将楚风炼化的禁法之力，竟然出现了被破坏的痕迹。为何会如此？龙鳞目光闪烁，感觉难以置信。那不仅仅是祖龙秘法了，而是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催动了祖龙禁法，这股力量难以破坏，楚风只能等死。可是他的确感受到那阵法力量已经无法束缚楚风，甚至随时可能被彻底破坏。他无法想象是多么强大的力量能够将祖龙禁法的力量破坏，那可是祖龙大人临死之前耗尽所有力量所布置而成的秘法。不行，我不能失败。龙鳞看了一眼龙血，旋即眼中狠色浮现，他咬紧牙关，开始疯狂地催动那阵法。只见龙鳞的身体越发苍老，满头白发都开始脱落，生命快速流逝，而那束缚众人的龙须的确变得越来越强，图腾龙族众人越发痛苦。可楚风却依旧面色不改，他周身的龙须也在变强，可却根本无法束缚楚风，反而摇摇欲坠，因为他的身上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的雷霆。而苍穹仙宗的13位真神也都在使用各自手段来打量楚风，他们都感受到了威胁，但却有些不愿相信一个区区半神境真的能威胁到他们。他们第一反应是楚风在故弄玄虚，为首那位更是动用了自己特殊观察之法，认真的打量楚风身上的雷霆。可忽然他脸色巨变，他仿佛看到一只比这方世界更庞大的雷霆巨兽虚影出现在了楚风身后，那是真正的毁天灭地之物，而那可怕的存在正在凝视着他，那是神灵凝视蝼蚁的眼神。他发出嘶哑的声音，虚弱无比，因为他已经被吓破了胆，导致众人根本没听清他说什么。仙尊大人，您说什么？快逃！猛然转身，人们能够看到他苍老的脸庞已经变形，从未出现过的恐惧面容浮现在了这位强大存在的脸上，且下一刻他便化作一道流光向远处逃窜而去，竟将这些人都丢在了原地。这一刻，苍穹仙宗众人的第一反应是目若呆鸡，愣在原地。可很快他们反应过来，尽管自己未能确定，可那位都逃了，便已经说明楚风不是虚张声势。走！其他2位仙尊立刻便带着苍穹仙宗众人快速逃离，转眼间他们已是消失不见。而面对他们的逃离，楚风却丝毫不慌，只是略感遗憾地叹了一句：用在你们身上着实可惜。话罢，楚风双眼雷霆四射，下一刻那覆盖其周身的雷霆之力宛如吞天猛兽四散而去，刹那间便吞噬这方天地。但何止这方天地，整个世界都在为之战栗。滔天的雷霆向外扩散，虚空碎裂，大地崩塌，所过之处万物尽毁，哪怕祖龙秘法凝聚的龙须也未能支撑片刻，早已化为灰烬。雷霆面前，万物平等，皆是不堪一击。苍穹仙宗那13位真神强者明明已经逃离很远，可瞬息之间便被雷霆追赶上，但雷霆还未将他们吞没，只是雷霆的余威靠近，这13位真神强者便已痛苦万分，衣衫、肉身、灵魂以及身上的所有至宝都在顷刻之间飞灰烟灭。这种感觉，这一刻龙鳞、太史心中以及这方世界的所有强者都是同时起身，望向了楚风等人所在的方向。不只是大地摇晃那么简单，他们都感受到了可以抹杀一切的力量出现在遥远的远方。快走，快进传送阵！反应过来的人们立刻向传送阵逃去，他们都觉得这方世界就要毁灭，必须尽快逃离。尽管他们没有看到那雷霆，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他们却都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有的人逃向传送阵，有的人拿出身上的秘宝，有的人躲入各族禁地，所有人都开始为了保命施展出各自的底牌。禁地之内，龙鳞同样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显而他看了一眼龙血，立刻停止催动那禁法，而是取出一件秘宝。秘宝是一个金色球体，球体上盘踞着1000条金龙，龙鳞催动之下，金色球体变大，上千条长达万米的金龙飞掠而出，围绕天际盘旋，将它与龙血护在当中，那是无比强大的守护之力。可龙鳞却是法诀变化，那1000条金龙虽然依旧盘旋天际，可那守护他们的金色球体却不断缩小，最终覆盖数万米的金色球体缩得小的只能守护龙血一人，龙鳞也只能待在外面。可是当那金色球体缩小之后，他的防御力却也在成倍的增加，但哪怕如此，龙鳞却也是满眼担忧，显而一定要活下去。与此同时，祖龙禁地之外，大地之上已是出现无数深不见底的裂痕，大地正在塌陷瓦解，这方世界正在崩塌，有人狂奔，有人哀嚎，早就乱成了一片。明明先前还安然无恙，所有人忙着各自的事情，可现在整个世界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保命。太史心中大人，快走啊！此时许多界灵师来到太史心中面前，他们都感受到了那毁灭的气息，想要尽快逃离此地，可太史心中却没有动弹，而是立于原地打量着远方，哪怕强大如他，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可凭借敏锐的感应力，他知道有极为可怕的力量出现在了这方世界。来不及了，太史心中闭上了双眼，他很确定那力量不仅能将这方世界摧毁，也能将他们所有人抹杀。屠老眼，所有人全要死。与此同时，太古神域之内，一名中年模样的男子忽然驻足不动，他眉头皱起，眼中涌现出一抹连天地都畏惧的灵力。他也有所感应，轩辕
怎么了？虚空之上传来一道声音，那是一只老猿猴。这只老猿猴极其苍老，可它立于虚空之上，阳光从身后普照而下，将它衬托得宛如战神。尤其是它肩抗黑色铁棍，身穿黑色铠甲，当铠甲后方那白色斗篷随风飘动间，尽显霸道。可仔细一看，他双眼血红，杀气腾腾，魔性滔天。他不是战神，而是一尊魔神，而其手中那黑色铁棍更是引人瞩目。此棍握于手中部分尚且正常，可延伸部分竟难以估量长度，因为那铁棍已是冲出天际。此时，那黑色铁棍正在快速缩小，其之前体积应该更为庞大，而那棍子上面布满新鲜的血液，说明他刚经历过一场大战，无数生灵丧命于这铁棍之上。没事，中年男子抬头说道。那走吗？老猿猴问。走。中年男子此话说完，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只是瞬息之间，他便已经离开了这方世界。此时，老猿猴手中的黑色铁棍竟已恢复正常大小，这才发现那并非铁棍，而是一杆黑色长枪，只是先前枪尖已冲出世界，难以发现罢了。老猿猴若有所思，但很快也是身形一转，同样消失于此地。而从高空俯视这方世界，便能发现这世界早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大地撕裂，岩浆翻腾，而大地之上完好的土地中更是遍布残尸，是真正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数身影倒在血泊之中，大多粉身碎骨，只有少数还有残缺。若将残缺之物拼凑一起，倒能看清真容。它们同一种类，乃是蜥蜴。蜥蜴体态似人，身上的鳞片分为黑色与暗绿两种颜色，黑色为底，绿色较为突出，宛如铠甲一般附着全身。这很像楚风之前见到的标本龙息凶兽，但与楚风见到的标本又有所不同。这些凶兽都多出了一个特征，它们的头上都长着龙角。与此同时，楚风等人所在的那方世界之内，许多人仍在为了保命，或是逃跑，或是躲藏，但太史心中却睁开了眼睛，原本绝望的苍老眼眸中涌现出了一抹劫后余生的庆幸。结束了，他感觉难以置信，他的判断不会出错，刚刚出现的可怕力量足以毁灭一切，没有人逃得掉。可那股力量消失了，是有强者阻止了吗？太史心中猜测着。祖龙禁地内，龙鳞仍在催动那件秘宝，守护着龙血，可却也察觉到了那股力量消失了。龙鳞又看向了那阵法，发现他催动的禁法已被彻底破坏，哪怕祖龙秘法也未能困住出楚风。不仅是楚风，图腾龙族那些人都脱困了。楚风，是你做的吗？龙鳞眉头紧皱，目光闪烁，而他所指是刚刚那可怕的力量，那力量太恐怖了，倘若真是与楚风有关，那恐怕他的计划难以得逞。可那力量出现的方向不恰好就是楚风等人所在的方向，若说与楚风无关，又能与谁有关？与此同时，在这方世界的另外一处地方，这里本是平原，可此刻却化作了一处超级深坑，甚至最深的部分都有岩浆渗透而出，而向深坑深处望去，那更是岩浆喷涌，宛如末日景象。不过在坑外有着一个3米高的球体，球体材质特殊，虽然现在漆黑，可之前应该是金色的，并且它应该蕴藏强大结界，乃远古至宝。可眼下这铁球不仅结界之力近乎耗尽，铁球本身也是破破烂烂。忽然铁球被一脚踹开，紧接着2道身影从里面爬了出来，竟是哮天道人与7界圣府的兽影界灵师。他们做事缜密，之前不仅在极远距离用秘宝观察楚风等人，更是提前布下了一道传送阵法，当察觉事情不对，便立刻用传送阵法逃跑。但是奈何那雷霆之力太强，哪怕他们已经传送到了极远的距离，可那雷霆之力仍是很快便追了上来，眼见逃不掉，哮天道人便拿出了他珍藏许久的远古秘宝。这件远古秘宝专门用来保命的，不仅有着极强的防御力，躲入其中还能催动它移动，且移动速度比自身修为还快。可哪怕如此，还是被那雷霆追赶上，并且还没有被雷霆吞没，只是那雷霆之力的余威，便将这秘宝摧毁成了这般模样。幸亏雷霆之力忽然停止消散，如若不然，他们2个必死无疑。可哪怕如此，此时哮天道人受的伤也是极重，他浑身是血，眼睛、耳朵也都在流血，尤其是鼻子和嘴巴仍在不停地往外涌血。而兽影界灵师的状况比之哮天道人反而更加严重。哮天道人艰难地爬起身，大袖一挥，将自己那件残破的秘宝收起，随后跌跌撞撞地向远处走去。他这等境界的强者，此刻连御空而行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步行，可见伤势的确很重。哮天道人，你要去哪？眼见着哮天道人离开的方向不对，兽影界灵师发出虚弱的声音。去哪？当然是逃命。哮天道人道：逃命？你忘记我们来这里的任务了吗？兽影界灵师问。任务。听到这2个字，哮天道人不仅止步，且还转过身，竟走了回来。他来到兽影界灵师面前，一把将兽影界灵师给提了起来，旋即指着楚风的方向：你瞎吗？你瞎吗？你他娘的是不是瞎？刚刚那小子体内出现的雷霆，你看不到吗？要不是贫道动用了这件秘宝，你已经死了，知道吗？哮天道人咬牙切齿，此行何止赔了夫人又折兵，更是差点丢掉小命。实际上他本来应该已经死了，是运气好才能活下来。哮天道人，刚刚的情况确实危险，我也感谢你救我一命，此事我定会如实向府主如实禀告，为你邀赏。可你想一下，那雷霆忽然消散，必然是因为那楚风支撑不住，而以那雷霆的力量，图腾龙族的人也肯定活不了。我们现在过去，完全可以将楚风生擒。兽影界灵师说道。可听到兽影界灵师的话，哮天道人却是嘴巴张得老大，一脸的难以置信。你疯了？你疯了吗？你为了立功，脑子都丢掉了？你怎就知是楚风支撑不住，而不是楚风不想滥杀无辜，解除了那力量？哮天道人问。你才脑子丢了？你想一下，刚刚出现的乃是何等力量？楚风他能够解除，他的修为怎么可能做得到？兽影界灵师反问。他怎么做不到？催动界灵仙王留下的阵法，大闹你7界圣府的不是楚风吗？哮天道人问。兽影界灵师背对的哑口无言。刚刚那雷霆
不是守护至宝，便是守护大阵。可无论是守护至宝，或是守护大阵，你可曾见过如此强大的力量？楚风身后是有人的，是有人给他撑腰的，而且这个人手段通天，不仅贫道得罪不起，你七界圣府也未必得罪得起。啸天道人说道：笑话，浩瀚修武界，有我七界圣府惧怕的人吗？啸天道人，只要抓住楚风，你想要的东西，府主就会给你。如今这机会已是近在眼前，难道你要就此放弃吗？兽影界灵师问：我去你娘的吧，要钱不要命了？你回去告诉你们府主，贫道不干了，爱他娘的谁干谁去干，以后只要是关于楚风的事，别他娘的来找贫道，贫道还没他娘的活够呢。啸天道人狠狠地将兽影界灵师摔在地上，便又跌跌撞撞的向远处走去。